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不会说漂亮话，却把先做人后演戏刻进了骨子里。刷到程毅一场直播，这个平时不太爱说话的演员，一聊起戏来整个人都在发光。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那句先做人再演戏，不是什么新口号，但从他嘴里说出来就特别有分量。01他说的少，做得多。程毅在直播里说的真诚，只有自己先认同并践行担当与真诚，才能在角色里把这种精神传递出去。这话听着简单，做起来太难了。娱乐圈最不缺的就是会说话的人，漂亮话谁都会说，但像程毅这样说的少做得多的，真是难得。他对演戏的那份敬畏，观众是能感受到的。02戏里戏外都在践行武侠精神。程毅特别有意思，他说武侠片里的坚守本心和做人演戏是相通的，这话一点不假。他戏里是侠客，戏外活得像侠客。拍《莲花楼》时，他提前3个月进组练武，每天泡在训练场。那些行云流水的打戏，基本都是他自己完成的，打戏特别飒，还很少用替身。剧组工作人员都说，程毅在片场永远是最早到、最晚走的那一个。他不是在背台词，就是在琢磨动作，这份敬业，不就是现代版的侠客精神吗？03用角色说话的笨演员。在这个炒作成风的年代，程毅像个异类，不参加综艺刷脸，不搞绯闻炒作，就连直播都很少。但他用作品证明了一件事，好好演戏，真的有人看。他的每个角色都让人印象深刻。他不是在演角色，是真正把自己活成了角色。有粉丝说，程毅是他见过最言行一致的人。他说要好好演戏，就真的埋头在剧组一待大半年。他说演员要靠作品说话，就真的用一个个好角色回报观众。程毅不会说漂亮话，却把先做人后演戏刻进了骨子里。最近在刷到他的一场直播时，我才真正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他。程毅不是那种一开口就能滔滔不绝，把话说得天花乱坠的演员，相反，他平时话不多，性格内敛。但当他聊到表演，聊到角色的时候，那份专注，那份认真，仿佛瞬间点亮了他整个人。尤其是那句演员先做人，再演戏，这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一种信念，一种他已经融入到生活和职业中的信念。说得少，做得多。在娱乐圈这个充满光鲜与喧嚣的地方，会说漂亮话的人比比皆是。有人靠一张嘴就能收获掌声，有人擅长用人设赢得热度。但程毅不是这样的人，他说话慢条斯理，甚至有些笨拙，但每一句都带着真诚。他在直播中说，演员要先认同并践行担当与真诚，才能在角色里把这种精神传递出去。这话看似平常，却很打动人，因为那是一种沉淀后的笃定，不是临时编造的人设语录。在这个时代，真诚成了一种稀缺品质，而程毅正是那种把真诚刻进骨子里的演员。他不擅长包装自己，也不刻意迎合大众的期待。他对演戏有着自己的节奏，自己的坚持。有人说他木不够圆滑，但恰恰是这种木，让他保持了清醒和纯粹。他不像某些演员那样忙着立人设，他更愿意在镜头之外沉下心来钻研角色。程毅常说，演员的责任不只是演得好看，而是演得真。这句话看似简单，却是他多年磨练的总结。从早期的无名小角色，到如今能挑大梁的主角，每一步他都走得扎实稳重。戏里戏外都在践行武侠精神。很多人认识程毅是从《莲花楼》开始的。那部剧里，他饰演李莲花，
一个身怀绝技却心如止水的江湖侠客。有人说，他演出了武侠的孤独与慈悲，而更让人动容的是，他不仅仅是在戏里演侠，在生活中，他也活得像个侠客。拍《莲花楼》时，程毅提前3个月进组，接受系统的武术训练，每天早起练功、翻滚、吊威亚，汗水湿透衣服是常态。工作人员说，他几乎不含苦。动作导演甚至感叹，他是真想把自己练成一个武侠。那些行云流水的打戏，看起来潇洒干净，但背后却是程毅一次次的摔打与坚持。他尽量不用替身，因为他觉得演员亲自完成动作，才能真正融入角色的情绪与节奏。拍一场夜戏，他从黄昏一直打到凌晨3点，吊了几十次威亚，落地时膝盖青一块紫一块，他没抱怨一句，只说能再来一条吗？我觉得还可以更好。剧组里的人都知道，他是最早到、最晚走的那个演员。别人收工休息时，他还在片场对戏，揣摩角色心理。有次拍哭戏，他反复琢磨台词的语气，自己在角落里默默演了10几遍。那种对细节的执着，已经不是工作要求，而是一种职业信仰。程毅说过，武侠片里的坚守本心，其实和做人是一样的。一个演员如果丢了初心，就再也演不好有灵魂的角色。这句话道出了他为何能赢得观众的心。用角色说话的笨演员。在流量为王的时代，很多演员忙着上综艺、拍广告、制造话题，曝光度越高，就越容易被看见。可程毅却恰恰反其道而行之，他不热衷综艺，也鲜少主动营业。他的社交平台更新频率极低，有时候几个月都没一条动态。粉丝开玩笑说，程毅可能是全网最消失的顶流。但就是这样一个不出圈的演员，却凭作品一次又一次闯进观众的心里。他没有过多的去解释自己，也不急着回应外界的评价，他只用角色说话。正因为如此，每当他有新剧上线，观众的关注点从不是他又上热搜了，而是他这次演的真不一样。沉香如屑里的应渊神尊克制，隐忍莲花楼里的李莲花温润如水，富山海里的萧秋水热血坚毅，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他性格的延伸。有人评价他说，程毅不是在演角色，而是用角色在生活。确实，他把演员这份职业当成修行。面对镜头，他认真；面对观众，他谦逊。采访时，别人问他，你想当顶流吗？他笑了笑说，顶流是什么我不太清楚，但我知道我想演好戏。这样的回答也许不够吸粉，却足够真实。言行一致是最稀有的力量。程毅的粉丝常说，他是一个用行动让人信服的人。他说要好好演戏，就真的能在剧组一待大半年，不上综艺，不营业。他说演员要靠作品说话，于是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，都是带着新作品来的。这种言行一致的力量，在娱乐圈里太稀有了。很多人忙着包装敬业，忙着摆拍苦练，但观众早已能分辨出谁是真诚，谁在表演。而程毅的真诚是藏不住的。正因为如此，他赢得的不仅是粉丝的喜爱，还有业内同行的尊重。无论是导演、搭档，还是工作人员，都对他有一个共同的评价：靠谱。有人说，程毅是慢热型的演员，他的热度不会一夜爆红，但会一点点积累，最终变成不可替代的存在。就像他的戏，越品越有味。做人是最好的表演。程毅曾说，如果一个演员连做人都做不好，又怎么能演好人呢？这句话看似简单，却是一种极深的洞察。演技的根是人品，只有真正懂得尊重、懂得感恩的人，才能在角色中注入生命。程毅的先做人，后演戏，
并不是一句挂在嘴边的口号，而是一种活法。他对同事礼貌，对粉丝温和，从不摆架子。一次路演，有粉丝因为太激动摔倒，他立刻弯腰去扶，眼神里全是关切。那一瞬间，大家才发现他不仅仅是剧中的侠客，更是现实中的温柔之人。他不是完美的，但他始终真诚。他的成功不靠炒作，不靠话题，而靠一部部好作品，靠自己一步步的脚踏实地。在这个时代，演员会被各种光环包围，但真正打动人的，从来不是华丽的辞藻，而是那份真诚意。不会说漂亮话，但他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演员的本分。他把先做人，后演戏当成信条，用角色传递信念，用作品赢得尊重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，演戏让我认识世界，也让我更明白做人。这大概就是诚意最珍贵的地方。他既是戏中的侠客，也是生活里的君子。